嗨，今天要来介绍 Make Up Forever。我购买的是 HD Skin 粉无痕全能亮眼粉双盘，他们有出多种类似的彩妆，中文名称都很相似，基本上就是记英文是 Face Intention Palette 就好了。售价为新台币2200元，总重25.8公克。我购买的色号是 Light to Medium， 纸盒包装背后有标示各色色号及各色成分，外层应该是金属铁盒，涂雾面黑色的铁盒质感非常好。铁盒外有产品各对应颜色的色块，一共12个颜色。铁盒采按压式打开，不像是一般铁盒打开方式。整体大小也只有手这么大，携带方便。等一下试色就采直的方向试色。色的彩妆正面配置从打亮腮红到唇膏都有，质地有点像有颜色的润唇膏，但一点都不会黏。使用湿纸巾擦拭也没有出现蓝色的迹象。底妆正面的次色就比较有颜色，不过我觉得显色度上比我预期的还要再清淡很多。那我们进入上妆阶段，这个粉双盘产品几乎没有任何气味，原物料的味道也没有。先来选一下底妆色号，基本上盘内没有对应我的肤色底妆，应该是我刚才试的2个颜色中间才是我的肤色。第一个妆容就采先快速区块画完色块后，再用美妆蛋拍开的方式上妆。网络上有很多教学底妆色块轮廓要如何上色的图片，大家可以依据自己的脸型或喜好进行选择。先使用One and Double 陶瓷白肤色涂上额头、鼻梁及眼下需要突出的地方，再使用 One R Prof应该算是偏白肤色涂上脸颊、鼻翼及额头，基本上就是绕着原先陶瓷白外侧再加上一层，接着用 2M22 偏黄的肤色上在更外侧的区域以及下巴的地方。这支 3M52 是一个
灰感很重的阴影色，画出需要修容的区域，使用 3M42， 盘内看起来像土黄色当作鼻影色。拿出另外一支刷具沾取腮红208，直接画出2条腮红，然后就用美妆蛋拍开这些底妆。在涂色块时会发现，虽然这些颜色在盘内看起来很深，但上到脸上其实并没有那么显色，都保有水润感的透度，并且是可以层层叠加的。也因为我觉得修容色的部分显色度不如预期，我必须要上第2层。拿出比较小的美妆蛋，再次拍上腮红，整个底妆有种粉润、保水度很高的感觉，而且是呈现水光的妆感。原本我以为是欧美实物面的那种妆效，遮瑕可能3到5成而已。蜜粉滴妆前的妆感比较像刚敷完面膜，遮瑕度没有很高，仍然可以看出瑕疵，但有感受到整脸保水感变高，至少在妆容上表现如此。蜜粉使用 Catrice 薄肌柔雾粉饼001，这把刷子也是 Make Up Forever 编号160。虽然官方定义为腮红刷，不过我都把它当蜜粉刷使用。上完蜜粉后，我觉得遮瑕度有再提升一些，不过腮红也被盖掉了，所以再补一点上去。好在这个亮眼粉霜盘也是可以在蜜粉后上的，不会与蜜粉交互影响，这点很不错。眼影使用 Isamaya Wild Star Palette， 这是个礼品组中的眼影盘，有兴趣看详细介绍的可以点之前的影片观看。先用肤色 matte 整理干净眼皮，再用偏土黄色的 Vivote 涂在靠双眼皮眼褶的地方，并且用晕染刷向上晕染开，再用珠光咖啡色 Trap 上在靠近眼尾处，使用纤维刷的刷具沾取水蓝色粉当做眼妆的主色调，沾取白金色珠光乌瓦上在眼头部位。虽然这个颜色在盘内偏白，实际上有金色珠光融合在最上层。持续用深咖啡色加深眼尾，下眼睑使用橘金色珠光 shadow 轻微带过。用小的眼线刷沾取正中间雾面黑色 Stir Up， 这个雾面黑色真的超黑，不过眼线我决定还是加一下有颜色的眼线，使用 Make Up Forever Aqua Resistive Color Pencil 07孔雀蓝，叠在黑色眼线上。因为眼下有一点弱粉，决定盖上粉霜盘的1&00， 这个颜色打亮及整理眼周干净能力非常强，有点像是他们明星产品 H100 的粉霜版，全部使用314号色，有点偏暗的橘红色。这个粉霜产品在我唇部表现很好，毕竟我的唇部死皮真的是很多，但它都能够很滑顺的晕染，只是显色度仍然是比在盘内看到的还要再透亮很多。
这样就是第一个妆容啦。这次没有戴隐形眼镜，这个粉霜盘的妆感在上蜜粉前是属于有肌肤透亮偏自然妆感，如果跟我一样上了雾面蜜粉，这种透亮感就会被盖掉，遮瑕度可以搭配蜜粉再次提升。第一次用完这个产品，仍然充满不知道怎么样使用才是最佳状态很困惑。另外我蛮意外的是，光泽感底妆的跟我预想的完全相反，是一个有趣的产品。第一次体验，我强烈建议推荐右上角这颗 1&Double， 这颗颜色有别于其他颜色，是显色度最高的，轻松就能够达到整理底妆，并且强调烹饪区域。霜状粉底的格子是3公分乘3.3公分，所以刷具需要稍微挑选一下。我使用的刷具是 Salon and Hello Kitty 联名的 LO3 无痕粉底刷，不过这个刷具已经停产的，但就是找刷型头部不大的粉底或遮瑕刷即可。那以上就是第一个妆容啦，时间大概经过6个小时，中间没有用卫生纸吸过油或者是补妆。因为我全脸都是用粉霜盘产品，所以整脸都很均匀的出油，个人没有觉得鼻子的出油比其他区域多，而且出油后算是蛮好看的奶油肌，是属于带妆久妆容偏溶解消失，而不是会斑驳的类型。带妆的舒适度我也蛮满意的，跟一般的粉底液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马上进入第二个妆容，这次我想要分序把霜状粉底刷开，一样使用 1&Double 陶瓷白肤色涂上额头、鼻梁以及眼下，质地非常滑顺，刷开毫无障碍。1&12 亮肤色粉霜上在脸颊及鼻翼 2N22 深肤色拿来遮盖黑眼圈、嘴角、下巴以及脸颊靠外侧区块。3N52 深灰褐色拿来修饰轮廓及鼻翼。这个颜色色调调的真的是很棒，如果能够再更显色一点就好了。拿出 MYX 定妆喷雾喷到美妆蛋上，将各粉底霜与脸部肌肤融合得更补贴，一样使用 Catrice 我肌柔雾粉饼 Double One 当蜜粉定妆。眉毛使用 Himi 极细持色眉笔 Olive Brown， 加上1028飞机长顺翘防水睫毛膏巧克力棕拿来刷眉毛，制造比较明显的毛流感。眼妆使用1028罂粟溶雾眼彩盘纯色罂粟，中间雾面肤色眼影打底眼皮。拿出 Camagrax Bliss Extra Cropped Futuristic Rose， 右下角 Beyond Bronze Double Free 是古董咖啡棕色。沾取右上角 Astral Rose Pocket 铺在眼皮正中央。这个颜色是亮香槟粉，带有强烈金色珠光，叠在不同的颜色上能呈现不同的变化，是
很多样化的一个眼影。使用 Palmograph Bronze Bliss Eyeshadow Palette， 右边数来第2颗 Bronze Mink， 加深眼尾，是一个带瘦绿色的古铜咖啡色。并且使用铜盘最左边那颗 La Ville Noire 打亮眼头，夹彩沾取粉霜盘左下角的314号色，打亮则使用104号色，有珍珠光的打亮光泽，都是小美妆蛋采点派方式上妆。使用 Palmograph Ultra Lift Pencil 320 Structure 描绘唇线，唇蜜使用 Palmograph Lost Gloss Lip Gloss Wicked Whisper 涂抹在唇部中间。这一次的隐形眼镜是爱慕迪的 Lily 烤奶。整体来说 ，Makeup Forever HD Skin 粉无痕全能亮眼粉霜盘，我个人最推荐这一盘底妆右上角这一颗 One and Double 打亮整理底妆真的很无敌。底妆色号就看使用者的肤色，不过大部分亚洲人的肤色应该都可以用这一盘调出来。这一盘的优点在于携带方便，色号多，并且质地滑顺且易涂抹，带妆不会卡粉或是斑驳，也能够在粉类产品后上，但也因为是粉霜质地，最后仍然需要用蜜粉定妆。如果可以再用个定妆喷雾喷过一遍会更好。干性或偏干肌的肌肤使用会比较适合。这一盘最大的问题在于显色度远比在盘内看到还要低超多，是属于通透光泽感强的底妆，尤其是修容色的显色度必须叠加多层。但往另外一个好处想，就是容错率可以比较高，强烈推荐给想要学习脸部修容、雕塑轮廓的人、专业彩妆人员，或是需要彩妆及底妆 all in one 携带方便的人。一盘内包含底妆、遮瑕、修容、彩妆及打亮，整个产品都买正规商品算下来绝对没有这盘划算。但如果你是油性肌肤或者是没有上述需求，就不需要买这一盘啦。这并不是个无法替代的产品，只是这一盘体积这么小，确实方便许多。另外我测试过用这一盘上妆跟用一般粉底液上妆的速度是差不多的，以及必须考虑刷具的大小。当然不介意边边角角弄到双妆产品的也没关系。Makeup Forever 另外有出全彩妆跟全底妆形式的粉霜盘，都可以依照自身需求考虑看看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啦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拜拜。